回来，新闻大白话，请接着我们关注这个纳坦雅胡感觉起来好像就是决定不甩拜登了。虽然说6月1号的时候，拜登有提到3阶段的停火协议啊，那6月2号的时候，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结果纳坦雅胡说变脸就变脸啊，他6月3号的时候就提出了反对，而且还讲说呢，这个不会休战，以哈马斯的军事跟治理能力被摧毁哦，并且释放所有人质之前，以色列是不会停火的。那以色列是可以暂时停火6个星期，但是不会永久的结束战争哦。伊朗和我们所有的敌人都在观望我们是否投降，也就是说，我不能认输，我不能投降，我要打到底呀！不会因为你拜登说了什么话，因为以色列政府说同意，而我这个纳坦雅胡而有所改变，所以感觉起来他已经是已经死磕到底了。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拜登版的加萨停火协议，现在已经陷入了僵局。那以色列也证实4名人质也都已经遇害，关押在加萨的人质。那伊朗的代理外长也提到了，他说美国停止援助以色列，其实很简单嘛，这就是一个停止以哈战争的方法，你就不要再援助以色列了，连伊朗都要来教美国。但是美国，如果你是诚实的，我就必须要赶快来停止所有这些援助嘛，届时战争自然就会结束，没有办法打下去，没有武器打下去，战争自然就停止了，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他这样子跟美国说。那再来，以色列其实为什么纳坦雅胡不敢退，恐怕是来自于他们的极右派哦，因为尽管现在外界的呼声或者世界各国都在呼吁说赶紧停火，但是纳坦雅胡还得要面临到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愤怒极右派哦，就有2名非常激进的部长威胁说，如果呢你敢接受拜登的停火协议呢，他们就会推翻现在目前的联合政府。那拜登也不支持这个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纳坦雅胡讲说，这个你应该要去制裁吧，就是你应该是说这种国际法院这种做法，你应该要去说他们，而不是说你这样好像没有作为哦。所以现在看起来纳坦雅胡就是摆明着，我就没有要听美国的，国际法庭怎么做我也不管，我就是要打到底，因为他有不能退的一个压力，有极右派后面的压力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埃及的外长提到了，现在除非放弃对于拉法过境点的控制权哦，并且将它还给加萨走廊一侧的巴勒斯坦人，否则呢，埃及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加萨物资、援救物资送到这个拉法过境点，就是这个过境点恐怕就没有办法再度运作了。所以以色列应该要赶紧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它是这个埃及对于以色列的呼吁哦。而且联合国还有20多名的专家呼吁，所有的国家应该要来承认巴勒斯坦国。目前已经有140个联合国的会员国是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而且就是他们也呼吁说，应该要这样子的做法，所有国家应该都要响应这样的做法。那连这个法国议员梅兰雄也提到了这一番话，他说是否可以建立巴勒斯坦国，不是你纳坦雅胡说的算啊。我们来听一下。L'interdiction immédiate de vendre des armes à Israël. 30% des armes que reçoit M. Netanyahou vient de la République fédérale allemande. Nous exigeons que l'Union européenne cesse immédiatement à M. Netanyahou de décider s'il peut y avoir un État de Palestine. Reconnaître l'État de Palestine, c'est ramener sur la table les résolutions de l'ONU qui disent qu'il y a un État de Palestine. 所以尽管外界的呼声再大，可是以色列呢，仍旧还是在持续的飞弹轰炸。那你看，他现在又占领了这个费城走廊哦，然后飞弹又轰炸了叙利亚，现在连俄罗斯都迁入其中吗？他们在深夜的时候进行了一次针对武器运输队的轰炸行动哦。那感觉上面他们说，这个运输队是向加萨在运送武器设备。那他们就对于叙利亚也发动了这个精准的空袭，针对叙利亚境内重要的目标，这次的攻击影响到他们境内的一些战略的设施。那同时呢，也对于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事构成了一个挑战，面临到有可能会误炸到俄军的风险。但是以色列也仍然不退因为他们就是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哈马斯，在他们达成目标之前，谁都不能够阻止他们嘛。那以黎这个边境现在持续在升温，真主党的这个火箭也袭击了以色列的北部。那根据路透社
社报道了，就是伊朗扶植的黎巴嫩真主党呢，在3号的时候发射火箭跟无人机来攻击以色列的北部边境，引发了野火，野火的面积已经达到了数百英亩，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各国也在用他们的方式在警告以色列了嘛。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这个纳坦雅胡就是不甩拜登了。当然，这个东西啊，各位要想一想，这个战争最主要决定战争打还是继续打的2个关键任务，一个是纳坦雅胡，一个是拜登。虽然拜登是受到全世界联合国所有的政治舆论的压力，是希望以色列停火，但是他敢不敢不支持以色列？不敢，因为他的犹太金主太多。对。那美国的犹太人一定支持，好，所以拜登态度我们不谈，这样关键是在纳坦雅胡。纳坦雅胡的感觉，他是等于行100里办90，就是前面90里都走完了，最后这10里，唯攻不能功亏一篑。他的想法是怎么样？今天他要放弃了，停火了，哈马斯复活了，他的下场是非常惨的，没有后路的。包含那2个部长，你不要以为那2个部长在威胁他，其实他们3个都是同路人。他们如果这次战争停了，没有达到他所谓的驱逐哈马斯的愿望，他在国内他就是身败名裂，而且他是粉身碎骨，他没有退路，所以他认为说，我只要打赢了，不让巴勒斯坦建国，完全在我控制之下，我对以色列人民就有交代了，历史是我写的。你现在的真相，他可以被后面继任，他自己继任的重新肯定。其实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战犯。我跟你讲，纳坦雅胡自己没有退路。至于伊朗是希望你赶快，因为伊朗所能拥有都是游击队嘛，什么胡塞组织啦、真主党，那个产生不了决定性的战果。那纳坦雅胡也不在乎你美国是不是在给我军火。今天面对2手空的难民，你坦克车压都把他压走了，对不对？你少数的轻武器也造成难民很大的伤亡，他能甘冒世界的大不韪，还在继续压力，已经压到埃及边境了。他认为我这个时候再加把劲，我就完成他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这个时候一松手，身败名裂。所以这个战争，我认为纳坦雅胡不可能停止，他不可能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因为这个国家一旦建立，又是哈马斯统治的话，休养生息几年，对以色列又是个威胁。因为这种民族的仇恨的情节，你像圣城这个耶路撒冷，2个宗教都有圣地在那边，你今天不准他来，他明天不准你来，都是战争的一个爆发点。所以这个问题，哈马斯是希望全盘以色列是希望全盘控制，你变成我的殖民地，完全在我的管制严厉的管制之下，你没有蠢动的可能。这是纳坦雅胡的想法。所以啊，联合国投票再多，美国同样是弃权。纳坦雅胡他认为我已经打到最后一步了，我不能坚持的话，我自己自我毁灭了。所以他要认为，在他的错误认知里面，他要得到他的丰功伟业，就是把你消灭掉。推迟一步，几乎失手。所以我认为纳坦雅胡不会屈服，也不会收手，也不在乎你美国给不给我武器，要不要用精准炸弹。面对这些难民，你需要什么高科技武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以阿战争的确是美国现在拜登选举上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好，来问赖老师。拜登确实很着急啊，因为他急于一定要在中东这个地方展现他的影响力。如果说他的影响力不再存在，那他的整个在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啊，这一次中国跟阿拉伯联盟的论坛，22个国家啊的外交部长到中国来，中国也邀请了4个阿拉伯的国家啊，包括突尼西亚、埃及，埃及是大国，北非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还有阿联酋很富有的，还有巴林等，这4个国家元首去，那他们共同的一个决议就是立即停火，那么已经宣布。那一旦宣布了以后，接着拜登的压力就很大了，所以拜登马上就很匆忙的提出3阶段论。
那提出这个3阶段论，等于是要求这个内塔尼亚胡说立即停火6个礼拜，交换人质，部分的人质。哈马斯在第一时间就是说正面的回应，那等待的就是以色列了，所以球丢到以色列。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这一次就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直接把拜登骂回去，他就采用这种说，同意，但是要修改，修改什么呢？等我把哈马斯杀光了再说。那这句话就直接打脸拜登了，间接的了就打脸拜登了。那这个当然对拜登来讲灰头土脸的，很难看，怎么办？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的局势情况是越演越烈了。那由于在以色列跟埃及的边界上有一条走廊，这个走廊爆发了冲突，以色列把埃及的一个士兵打死了，所以两国之间现在是处于很紧绷的一个状态。可是以色列以及美国如果没有埃及的大力的协助，基本上来讲，那哈马斯的对外的连通道很多就通了因为哈马斯跟外面的连通，跟他的很多的物资、弹药的补给，其实是透过地道，那在西奈半岛那个地方来取得的，很大一部分是从那个地方来获得。所以如果没有埃及的一种协助，不断的去找那些地道的话，那基本上来讲，哈马斯跟外面的连接一旦连接通，情况就完全又有不一样的一个发展。那对于伊朗来说，还有伊朗本身当然很愿意支持哈马斯，满足他所需要的武器弹药。那这个战争可能又在往后打了，所以以色列其实是不应该跟这个埃及闹翻的。严格上来讲，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做。可是以色列它目前来讲，在全世界，不管在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已经变成他们的公敌了，反而把这个逊尼派跟什叶派拉在一起。现在在欧洲也烧得很凶。梅朗雄在法国是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曾经要角逐总统的一个3位领导人之一所以有重大的政治人物。你看他的演说得到满堂彩，这代表什么？整个法国绝大部分的民意都是反对以色列对于这个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屠杀。好，来问一下玉芳委员。以色列人口不到1000万，以色列在国会有席次的政党有几个？13个。所以纳坦雅夫本身在120席的国会席次里面，他只有32席所以他就另外要找6个政党合作去凑足那个必要的那个席次，所以他凑到64席。可是跟他结合在一起的那些政党，共主联合之后的政党，是非常的保守、非常的极右的那政党，所以这些人对这个巴勒斯坦人对加沙这些人是非常的强硬、非常强悍的。你看他们甚至去自己的这个屯垦区不断扩大，还驱赶住在那里的原来住在那里的那些巴勒斯坦人，所以你现在这个纳坦雅夫，坦白讲，他对拜登他可以比较不买账的因为那个美国犹太人自然会处理拜登可是他对国内那些小党，非常强悍、非常正统的犹太的那些团体，尤其有宗教狂热的团体，他真的没有办法。你相信吗？现在有些很保守的团体，那个教派不需要当兵。然后他们可以去等个上课一样，政府还要付钱给他们。然后他们生孩子不受限制，因为他们宗教信仰，所以他们人口不断的扩张。所以以色列长远来看，只会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极右，他的跟阿拉伯国家妥协的那个可能性会越来越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现在一个状况嘛。所以你纳坦雅夫只有向前走，因为你需要这些小党支持你，否则一旦这些小党退出，你可能就变成在野党，纳坦雅夫就很可能要坐牢。因为他有他的问题，他有他的司法上的问题，不是只有川普有，他也有。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吸引全国继续注意在加沙走廊这件事情，而忘掉纳坦雅夫自己的问题。其实以色列，你看3不5时，我们就看到几千人、几万人上街头，这个反对纳坦雅夫。对，所以
他在国内其实不是那样的受欢迎。那为什么他挺得住？就除了那小党支持以外，因为现在以色列人啊，千年的这个流亡海外，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只有团结。你再不喜欢他，也必须团结的支持他。这有点像川普，你知道，只是川普没有在位置上，他在位置底下，可是就有足够狂热的人在支持他啊，川粉。那这个叫纳粉，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是真的是非常的。但是以人道上来讲啊，美国这次其实也为这个付出很大的代价。全世界很多国家看不下去，你美国自认为你是全世界的最强大的那个国家，而且都追求正义、追求和平，你都帮助弱小的民主。请问你现在你看到是什么？我们每天看到用以色列用美国的武器在屠杀那些可怜的手无寸铁的这些加沙走廊的人民，而你美国竟然纵容他，不断的打自己脸，说你不能进去哦。拜登讲很多次，你不能进去，你进去我们绝对要对付你。人家坦克车都开到市区了，那怎么讲？哦，那只是小规模的，还不是大规模了。他现在大规模进去了，他就闭嘴了，说哦，马上就有停火协定，他在替以色列在推销那个停火协定。那但是那种停火协定，以色列只是讲讲罢了，他不会要的。他真正要的就是说，我用我的力量、武力把这个这个哈马斯全部彻底的消灭，你认为有可能吗？那个地道，你再打1年战争，那个地道搞不好还有1/3存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昨天大家关注到说，美股怎么出现了异常的状况？特别是看到股神波克夏的股价竟然暴跌99%，哇，吓了多少投资人冒冷汗，想说天哪，这是美国的一种亡国感出现了吗？那我们来看一看哦，其实昨天的美国股市有数十只的股票出现异常，那包含了波克夏是这样出现了一个这样子骤降暴跌，大家想说天哪，这是发生了什么世界大战了吗？怎么会这个股价跌成这样子，引发了一波恐慌哦？那结果最后是什么问题？是这个纽约证交所出现了技术性的故障哦，那所以虚惊一场。但是大家真的是被吓到，特别是现在战争这么多，兵凶战危，难道真的哪一场战争爆发了，造成这样子一个美股崩盘吗？那马上就有人去抄底了，这心脏很大颗啊，他就说啊，看到这样波克夏的崩盘哦，赶快立刻抄底买进啊。那这个，但是呢，不能抄，因为这个纽约证交所说这是技术故障哦，所以取消，你这个抄底的人全部都不可以，这个交易都失效，不给你算了。那再来看看这个美国，现在因为都是普遍呈现一个川败互打，而且是美选官司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哦。川普他现在开通了最新的这个 TikTok 账号，就在他被判刑之后，他立刻就是把这个名气转为人气啊，就是到 TikTok 上面开启他的这个账号。原本他以前在任的时候，他是打击 TikTok 的，大转弯，那他现在是挺 TikTok 的，还用 Real Donald Trump 这账号呢加入了 TikTok， 然后上传了一段他在纽泽西州的这个终极格斗冠军赛上面摆的姿势，我们来看看。The president is now on TikTok. It's my honor. Right? 他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出场，对吧？果然哦，这个人气就是突然的飙升，瞬间哦。那他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了5600万，而且账号的追踪人数已经达到了360万呢。反观拜登哦，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加入，结果他目前为止他的粉丝数有非常悬殊的差距了，他只有34万粉丝，而这个川普已经是他的10倍之多了。那再来，大家就开始在聚焦说，6月27号，川拜两人要在电视辩论会上面碰头啦。他们这一次6月17号是第一场，
9月10号是第2场啊，分别由 CNN 跟 ABC News 来主办，但是恐怕这个川普是捞不到好处啊。大家还记得之前他们的这一场辩论，其实那时候等于是被川普碾压式的这样子来修理哦，所以你看拜登其实在口条上面也常常口误，然后空气握啊、迷路啊这些状况在辩论会上面出现，恐怕又是要遭到川普的一番修理哦。除此之外，其实英国的民调也讲说，现在保守党的选情恐怕也是有一点崩盘哦，因为根据几个民调显示出来，现在保守党恐怕会败给他们宿敌工党，甚至有可能被自由民主党给超车，沦为国会当中的小党。也就是说，接下来如果川普又要重回白宫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英国哦。那英国其实他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很多好像就是跟川普作对的人，好像都是很快速的就被换掉啊，然后这个任期比生菜还要短，所以接下来恐怕英国也是会一起被牵动到。那再来，大家现在看到了嫦娥6号变成了这个中国崛起的一个象征哦。那你看看他们有这个贴出来，在这个今日头条里面，其实现在包含了第1名，还有第6名，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登月的画面也揭穿了这个 NASA 局长的谎言，甚至他们还讲说他们已经完成了首次在月背挖土。那这个为什么说是揭穿 NASA 的谎言呢？因为过去那个 NASA 的这个局长他就讲说，这个月球有这个暗面。他们那个暗面呢，就是黑黑的，那边美国人我们也不去那边，因为太暗了。结果后来被这个中国大陆拍回来，人家还挺明亮的，有些地方还因为没有大气层影响，还比起这个所谓的亮面更加的明亮哦。那结果让欧洲的一些网友、欧美的网友，他们在 X 上面就崩溃了。他们讲说，原来我们被骗了那么久啊，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这个错误的讯息哦，真正骗我们的就是美国自己啊。那还有波音他们的星际飞机载人首航临时叫停昨天传出来这个消息，就说只好延到礼拜36月5号再来试一试。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帅将军怎么看呢？这个股票里面这个机械故障造成这个以前有过了，这个第二个这些政党现在都不稳，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说，现在自从美国开始搞这个小院高墙以后，全世界的产业链大乱，而且通货膨胀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普遍产生的情况。老百姓只要不满，那第一个对象就是对政党，你执政不力嘛，那各种各样的抱怨都会出来。所以这个现象，我讲，凡是执政的政党都会要负起这个责任嘛。所以你说拜登马上辩论会，我觉得对他是很不利的。我们看拜登虽然干了这么多年的政治人物啊，在这个辩论会上，他的气，也许拜登也很会讲话了，也不是说不会了，一个政治人物哪有说不会讲话，但是气势上输川普输很多。川普那个就好像2个武士要决斗之前，他那个强大的那个震慑力会比拜登强，所以辩论次数越多，对拜登越不利。何况川普的官司案虽然宣判，但是没有入牢，只是罚钱而已。对他的选情，反而你看他募款马上就募到很多，抖音上面的粉丝也比你多，而且你美国还要去制裁抖音，2个都在抖音上较力嘛，所以将来抖音是不是会被拜登干掉呢？还是川普还继续让它存在？不一定哈。那第3个就讲这个登陆月球，这个 NASA 号称你就是一个专家，你怎么可以自己没有去过，你可以断言背面是黑的？这个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假定说美国的卫星也绕到月球背面看一看，也许不会说这个话。今天中国大陆就把你国王的新衣脱掉了，这边照张照片你看。这个因为这个登陆小艇不可能外带一个探照灯照自己吧？对啊，对不对？这个亮度，凡是玩照相机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亮度不是人工。所以我伸一个手背出去，用华为手机照我自己，不可能吧？所以这个打脸呢，产生一个，美国不是号称在太空科技上是举世第一嘛？
就跟当年的这个法租界的公园，中国人与狗不准进来。当初美国的太空不让中国人进去啊，对，太空的飞行员也好，研究也好，都不让你参与。那这一下好了，现在谁在太空上领先？背面登陆是本来就比较困难嘛，指挥、掌握、landing 都通信都有问题嘛，所以这一下就等于一巴掌呼到美国脸上，你已经不再是太空里面的独霸地位。而且我们听了那么久的谎言哦，难怪连欧美很多人都崩溃了。赖老师，伯克夏可以因为电脑的一个故障啊，就一下子崩跌了99%啊。其实这个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战争或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来，很有可能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如果两岸打起来，台湾的股票搞不好就是当天就崩跌了。那我们还好，有10%啊，10%的一个，而且还有熔断啊，那的措施啊，停止交易。那我们可以理解到，其实股市、汇市还有房市的崩跌啊，甚至物价开始飙涨等等。很多人在台湾叫嚣要台独，都说：“哎，你来打啊，拿大解放军来打了，我不怕你啊！”啊，就是这边叫。可是说实在话，如果真的一旦发生了，那种悲剧就很难再回来了啊。我觉得就不要再悔不当初，很多事情要想清楚，要谨慎一点啊。川普果然是媒体人啊，很懂得怎么为自己啊来开场，所以当他要在抖音开账号的时候，他一天就可以赢得了拜登。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节目谈到小尔兹也在抖音开账号，对，结果他拍的是他的一个公事包，然后拍的他的办公桌。哦，那你就可以知道那样的一种的广告的方法，那其实很难吸引到粉。可是川普在这种超级赛里面，他的这种方式、那种气氛，很快就会吸到粉。他是懂这个他很懂声量的，他就是媒体人，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占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哦。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川普从昨天反对，今天赞成，不但赞成还开。而且还大获成功，而且还要一直玩下去，玩到他赢得选举。这个人的变化太大了。他哪一天一旦当选了，俄乌战争不打了，不给了，啊，台湾这边不玩了，菲律宾这边不支持了，那一下子回到原点，然后那些跟着美国玩的人，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好，来问玉芳委员。每个人都踹个兔子的。拜登跟川普现在坦白讲，在民调里面真的是平分秋色，非常的接近，不相上下。有时候赢1%，有时候赢2%，其实在3%以内，这个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变化的啦。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7月11吧，他们的判决出来看他是怎么判的。他判决那个有好几种，是可以送他进坐牢的。也可以这个在家里软禁他，也可以罚钱而已，好，所以不知道这个坦白讲，这个我们不晓得，因为这个法官他是独立审判，你不要把某些国家那种政治对法庭的影响很大的那个拿来联想美国他们很多法官他是真的是自由意志，他自己就做了这个决定的了。那如果判决出来影响为什么？目前看出来就是说，坚决要支持川普的人。他说：“如果他最后被定罪，你会不会影响你的看法？那些非常少，几乎没有。但是的确是有一些的人说他会被影响。那中间的选民就是所谓独立人士，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的，那个影响就会比较的大，会比较的大。那只能说这次选举对川普比较有利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拜登的年纪真是太大了，那从现在到这个竞选还这么长的时间，你又不知道他哪一天又要走错路，又会讲错话，动作很怪异，那会被人家拿出来宣传。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是回到所谓的我们那个加沙走廊的问题了。因为加沙走廊这种问题，美国大学生、美国年轻人是真的很多的愤怒，尤其摇摆州，有些摇摆州像 Wisconsin 这些，这个密苏这个 Michigan 这些。他们有相当的人口是有阿拉伯裔的，或者是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那伊斯兰教背景呢，他可能是巴基斯坦过去的，印尼过去的，马来西亚过去的。这些人你去看，他基本上也比较同情
这个加沙走廊的人，对拜登也因此有比较多的愤怒。这些未必会投票给川普，但他们只要决定不再投票给拜登，因为他们上次很可能就投票给拜登，这次只要不投，双方的比数这样接近的时候，拜登就可能要吃败仗。对，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我认为川普当前的机会还是比较小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对。所以您比较看好是拜登仍旧还是上得了吗？就是说差距最后是会非常非常的小了。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川普看起来很危险的是。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战略学者林云芳。大家好。好，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6月16号黄埔的100年校庆，有一个人崩溃了，谁呢？210将军生气了，怎么没有邀他哦？那明明就是陆军官校的这个 FB 上面讲说，他们有一个新生的这个参访活动啊，然后再介绍一下他们这个陆军官校，结果他竟然在下面这个寻求一个答案，生命中出现了疑惑。我一个堂堂210将军，你们竟然黄埔军校100年不邀请我这样的一个奇才来参加校庆。对，学校校庆的邀请函我没收到，烦请查照。他还说：“小编您好，我是你的学长。”指挥官这个学指部的指挥官于北辰哦，然后结果大家就开始去吐槽他哦。底下的网友讲说，您种种向塔利班靠拢的行径，以及210%南北宋互争正统，还有东西汉互争正统的谬论，早已经让许多这个三军前辈以及后进哦，对你感到相当的不耻啊。然后结果这样子讲哦，还有这个有人讲说，于北辰，您的数学课跟历史课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你可是陆军官校黄埔之光啊，那能发射210%的拦截弹，扬名于国际。美军肯定您哦，然后他就讲说你是哪根葱啊，就很生气哦，就这样一句一句跟网友这样一句一句怼哦，然后人家讲说没有邀请你是维护军人的脸面啊，感谢你没有去啊。他说我可是反共先锋哦，不能让红统赤化官校。那他另外还有人讲说，请问这个中奖率70%，抽3次就能够中210的数学题是这个黄埔军校教出来的吗？他就说佩服吧，我终身反共，反正。就是一句就这样吵得很难看啦，是不是恼羞成怒哦？人家讲说何必呢？你一个将军搞成这样子，变成在那边网络上面跟人家吵架，那难怪哦。之前连冯世宽都有点看不起他嘛，就是问到说于北辰，他还大笑这样，哈哈哈，这样大笑3声，说这种人需要我批评吗？可是这该怎么说呢？他是为了什么那么想要去呢？这就不得而知了。那再来，现在台湾是不是要里应外合打造成刺猬岛？他们现在这个第5纵队哦，他们就有讲法，这个宪兵部这个他们讲说，现在第5纵队哦，有可能会破坏油、水电、通讯、传播等国家关键的措施哦。现在军方已经规划了宪兵防卫关键这个基础措施，不让潜伏在台的第5纵队有机可乘哦。过去我们知道第5纵队都被这个台电拿出来运用，就是说啊，都是第5纵队，然后影响了这些小动物，然后去影响了我们的电力设备哦。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讲说，哦，现在第5纵队在台湾越来越多了。根据了解，这个两岸大幅开放交流之后哦，中国大陆的间谍就更易来台湾潜伏。那虽然国安单位并没有公开说明这个解放军就中国大陆的这个第5纵队哦，在台湾的实际人数，但是呢，前国安局长蔡德胜曾经表示，到处都有很多不该来的人，有4000多人是行踪不明的哦。那甚至还有这个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所长沈明世，他讲说，第5纵队绝对不止5000人，战时的高风险族群达到10万人哦。就说我们台湾有很多人就随时可以变身，就变成了第5纵队的这样的角色。哦，这么可怕吗？那你看，现在美军还对台成立了这个秘密小组，他说要加速军援效率以及工作。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啊，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秘密小组呢。最近一次的会议是在5月下旬举行，就是要提高军援的效率跟协调哦。那这也是五角大厦首次为非战争伙伴
所组建的一个高级整合小组，所以又马上我们台湾又开始在那边讲说，哇，这个美国就代表支持台湾呐，而且接下来还有27家军火商啊，准备要来台拜会这个政府的高层。他们讲说，最多大概有20亿美元的一些贷款跟贷款担保哦，就是他们要提供台湾5亿美元这些外国的军事融资。那这个代表团也马上就要来拜会这个现在刚上任的赖清德了。那再来，美国现在拉帮结派吗？解放军就有这样一个消息是说，解放军现在在监控土耳其的军舰，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台湾海峡。这个消息是林传媒的一个独家他说，因为土耳其的海军阿达级的反潜护卫舰日前就是由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而且是在海峡中线以东航行。然后他讲说，这个解放军一改过去在海峡中线以西的监控模式这回直接在中线以东来监控这个土耳其的军舰。那这也是在联合利剑 2024A 的军演之后呢，再次透过行动向国际宣示台海的主权。那可是人家讲说，你确定要先确定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在常常讲国际政治的时候都知道，土耳其并不算是美国的盟军你要确定你要先了解一下，你这样讲的这个设定好像是说土耳其是为了美国然后来经过台湾海峡，你要先确定它到底是盟军还是敌军，这恐怕很难说再来，荷兰的军舰也穿过台湾海峡。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讲说，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希望域外的国家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和平稳定的事情，不要挑衅滋事不要给台海和平稳定制造麻烦。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真的是很奇怪我们台湾现在好像对于任何国外的这些什么军舰啊什么经过都觉得哇好棒，一定是来挺台湾的。什么时候我们台湾变成好像看到国外就一定要这样跪下来，然后我们一定要求着外国来帮助我们？这已经是有点好像扭曲的一个现象了。照理来说，别人在你家门口这样晃来晃去，你不应该是要抗议的吗？我们先来问一下帅将军帅将军怎么看这个210将军？这个人真是懒得批评对，这个奇才。今天讲老实话，黄埔校庆，你自己想想，你现在所追捧的民进党，他们把黄埔的历史从民国38年就切割了。今天是100年校庆呢，那是连接到民国13、16年的时候建校，那你切割的时候还是黄埔吗？那你怎么会要去参加这个校庆呢？你能不能得到黄埔比你的前期学长、你的后期学弟的认同？你自己的言行你应该很清楚嘛。当初你投身在黄复兴党部，你跟张幼霞不爽，那是你们私人的事情。今天大丈夫勤人做事，今天这个单位你觉得不好，离开嘛？离开也不至于回过头来去诋毁这个黄埔军校的学长学弟。你讲的不错，这个你要挺中华民国。那今天中华民国没有被中共灭亡之前，是不是已经被台独灭得差不多了？中华民国台湾。所以你要去认同这个政党的主张，你还能说你是黄埔校友吗？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些学长学弟对你的吐槽，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对任何人退伍了都有自己言论自由跟你政党的属性选择，你就好好的去替民进党打拼，但是不要去羞辱你的老东家，跟你原来所效忠的国家。这是我觉得俞北辰可以商量的。所以帅将军您会去吗？对，我不会去，因为我们现在司令台上如果是赖清德的话，我凭良心讲，我举不起这个手。对我是很想去，当然我们也争取100年校庆。对，我当年在国防部的时候，因为陈水扁上台，我也没办法认同这个领导，我提前退。所以俞北辰搞不好是因为赖清德去，他才急着要去。我觉得你可以不要去给校庆小编找麻烦，你直接上书给赖清德。到时候你说不定坐在中央司令台，那你可以超越很多学长。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想谈它，真的讲起来，我们黄埔自己家里面感觉到很心痛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次去的人多吗？是不是很多人都像帅将军心情，不愿意看到司令台上是赖清德？我想跟我想法的人会很多
因为百年校庆，我就想到以前我进官校那一年，民国52年，入关42年校庆，42周年校庆，老总统把黄埔1、2、3、4期的所有老将全部请齐，到了司令台的耳台上，我看到我爸爸站在台上，哇，那个时候感觉到很骄傲，我们传承的这一个，他48年退伍，52年我进军校，我们2代为黄埔去奋斗。黄埔的精神就是说捍卫中华民国，各位搞清楚，黄埔的成立也是解救万民于水火，捍卫中华民国，福音三民主义，这是黄埔的基本精神跟3条支柱。如果说了为了名利，为了什么东西的话，你去改变这个思想，你就不是黄埔子弟。黄埔的精神，不管你现役的在役的，你心里面自己当初你从军的底气是什么，你的目标，人生目标是什么？今天你是官场起伏上上下下，那是个人的事情。我觉得初衷不要忘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再批评什么东西，他自己心里有数了。另外你刚刚讲的，台湾现在的危机就是外国人的势力在这里催促你作战，就是摆出种种假象。我请问，埃及一条船来这边干什么？到时候加油、加水、加电都有问题啊，他能来作战吗？这是个假象。那今天中国大陆要跟美国要抵制中国大陆呢，他又不自己出手。你今天真的爱护台湾，你建立同盟关系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还比较有效的嘛。那像拜登在这一下模糊，一下清晰，这就是把你就乌克兰一样嘛，送上了烤箱，被火烧到了，他收手了。你看今天乌克兰已经快要灭亡、覆亡的时候，美国态度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大家不要以为5亿、20亿、5亿、20亿军售买不到什么东西的啦，对台湾的防卫来讲根本没有作用。所以这东西老百姓要看清楚个假象，你真的要投身到战场去承受那个血流满地、废倒塌的房屋、断垣残壁那个惨状嘛？对。好，来问地方委员。于瑞成的历史的知识是让我是非常惊讶。他是2021年的9月在一个节目上啊，电视一个节目这个讲的。他讲的意思说，两岸的情形啊，是就像东汉跟西汉、东晋跟西晋啊、北宋跟南宋一样啊，彼此在争斗，然后互相表达自己才是正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篡位者这样子。这个是坦白讲，你这个，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东汉跟西汉是不一样的了，知道吧？这是必然的事情嘛。因为为什么他们都叫自己叫汉，可是我们要把它分成东汉西汉，这后面呢为了这个方便这个来辨识这样。你当然要西汉结束了才会有东汉嘛，对，怎么会有说东汉西汉同时存在？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念那些历史，他就骗年轻人。对，是南宋、北宋、东晋、西晋，这就说这是非常怪异的。这个就是他的对历史的了解之浅薄啊，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讶。他的历史老师真的要好好的检讨。我也不晓得他的历史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官校学的，那官校的话，真的要好好的这个。我们在官校也读过历史，帅将军立刻说官校的历史都有。官校跟官校，所以我跟你讲，他今天他不要去官校的原因他不能去官校原因，其实我知道，因为官校不想这些学生不想请他去，却要让人家了解说他们的校友竟然有一个人认为南宋、北宋是同时存在，东汉、西汉同时存在，东晋、西晋同时存在的，让他们觉得没面子嘛。这是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嘛，对不对？这当然跟官校无关了。我会告诉你，我讲嘛，我小学我就知道东汉、西汉是不一样的。那是民进党的病，你知道不知道？我想的哪里？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就是说你要改变意识形态上面改变的太大不要羞辱，是让人家怀疑的，不是说你的知识的问题，有时候是你的人格特质的问题。就是说，你以前都当到桃园的国民党桃园党部的这个主委了。是不是？黄复兴党部的桃园的这个主委，你突然间对国民党充满着
相当多的批判。仇恨，然后你现在跟绿的搞了这样子那个，就是说你的转变为什么这么大？是你不对，还是国民党不对，或者是黄复兴不对，或是陆军官校不对，或者是装甲部队不对，这个我就搞不清楚。我就是说他的人格特质，说实话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好，赖老师，帅将军不去100年校庆坦白说会有遗憾的，真的很遗憾因为一个学校办了100年，不容易100年呢。所以赖清得不去，这个帅将军就会去。我倒觉得赖清德是不应该去了。我觉得赖清德他不认同，赖清德、辜立雄等他们都不应该去。为什么？100年前成立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在哪里？在广州啊。那为什么要成立黄埔军校？因为要2次革命。为什么要2次革命？因为要北伐。为什么要北伐？因为要统一。为什么要统一？因为我们要抵御外侮。我们要洗清外国人对我们的这种耻辱。对，所以国民革命军的建军的历史，我们为什么三军7校或者8校都是同出一源，就是都是从黄埔军校出来，那就是因为我们都记得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来的。然后我们的任务是要统一中国，而不是要中国分裂。我们要让外国人不要再欺负我们中国人。对，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要复兴。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那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纪念，当然就是要主张我们未来中国一定要统一。那你怎么可以迎接一个台独的人？而且他摆明了我就是台独。对，如果他掩盖，他从来不讲他台独，偷偷搞那也就算了。他摆明了我就是台独，你还让一个台独主张分裂的人来主持你的校庆，然后你让台独的人来当国防部长的时候，他来参加你的校庆，你让这位也主张从以前有官当的时候都是中华民国的黄埔军校的军人，然后没官当的时候就变成台独的民进党的人，那你说他今天也要去参加这个校庆，你不让他去，那同样道理你也不应该让辜立雄去啊，也不应该让赖清德去啊，这些主张台独的人都不应该让他们去参加这个主张统一的黄埔军校的校庆嘛，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嘛，我不太理解。好，另外谈到里应外合，可以吹到说台湾有10万个，那请问一下第5纵队这个解放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既然你说你的评估沈明士他还是我学弟的就是说你还说未来可能会有10万人以上，请问你的根据从哪里来？你的情报资料你有做过调查，有做过分析，然后第5纵队现在解放军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告诉我们嘛，怎么还一直用解放军，用过去的所谓的第5纵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正式的编号。我觉得学术研究单位要向学术研究单位的水平，既然叫做研究院，叫做研究所，那就要有一定的水平哦，不然你只是一个传声筒而已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忙回来。我知道第5纵队。